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博。那我们今天要来，因为鲜少有一些约会实战，接搭实战的东西，因为顶多就是照片啊。对，那今天刚好有想到一个东西可以来分享，不过它不是现场实战的东西，它是接搭之后的网聊。对，然后我想，其实很多人你收号之后。你收得到号，但是你后面约出来，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大问题，对。那我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，其实它不算特别的例子啊。那我这个分享它比较不像是，它有点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是 highlight，就是我可能搭了几百个女生中，然后只有一个这样子。那其实呃，如果你在现场练到一定程度的话，那你后面的网聊其实很顺，对。那你可能认为就是我今天拿出来讲的例子，可能就是我搭了几百个里面，我只有一个是这样，但呃其实不止，就是其实我约出来的没有很多啦，但是这是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接搭现场可以练到这样，那其实你网聊不需要投注太多的心力，可以以这样的风格去聊。那这是我的风格，对。那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接搭可能接搭后面的网聊一样，就是要去用那个推拉筛选否定去 get 它。但是这边其实如果你比起要在网聊 get 的话，这个其实应该是在比较像是网络交友的接搭，因为接搭整个的重点是放在现场。那如果接搭之后的网聊，你还要在那边推拉筛选，其实代表说你接搭在现场其实没有练到什么，你接搭就是练到收号而已，有可能就是很早期那种，就是可不可以加个 MSN，可不可以加个 Line，然后就离开了这样。所以你要了解到，如果你接到后续的网聊，还要绞尽脑汁去想说我要怎么 get 它，我要怎么去 DHV，我要怎么去 DHV 之后，然后再去筛选，然后再去有上钩之后再收集几个 IOI 之后再邀约。其实你这样已经，这是一个讯号，就代表说你接搭其实在现场你没有练到什么。对，那我这边今天要分享这样的一个聊天的网聊，其实这个网聊我简单来说，你没办法学到太多东西，因为很多东西我已经在现场做了，对。那所以说，等一下会是一个很快速的，就是整个的网聊流程是一个非常非常快，节奏是非常快的一个，就是的一个状况。这样，那我先讲一下我现场大概做什么好了。这个就是那时候我先讲一下，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一个 benchmark。这女生的五官很标致，就是五官真的蛮好看的，其实呃五官算是好看的啦，对，然后整个是就是身形曲线的比例我觉得都是顶级的，对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高。她如果大概有170公分以上，我觉得已经不止10分妹了，我觉得应该是11分妹。对，但是她身高就是大概是没有那么高，就没有到160，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也是算蛮高分的，只是身高没有那么高。如果身高高一点，其实她是顶级的女生，对。好，那我自己对这个女生的值，我是给她这样的一个评比。当然，每个人心中有一把自己的一个审美观啦，对啊，不一定我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，对。那在接她现场的时候，大概就是
开场，然后之后有破防，然后后面有到旁边聊，我记得聊了一个，因为这已经是蛮久以前打了，我是最近真的才想到有一个例子可以出来讲。那当然在大家当下其实也没有想说是要拍影片啊，对吧？所以当然就没有影片了。对，那搭的时候，整个过程大概持续有聊到一到2个小时这样子，可能快1个半左右，对，1个半再多一点这样，然后有到旁边坐，然后聊的部分其实有聊蛮多的，对，就是有聊到他一个情绪比较深的一个地方，对，那我先讲，然后后面在现场是做到就是就是手背可以碰手背，当然我有看他手背有没有离开啊，对，那到后面在现场是可以做到这样，对，当然他如果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手就离开了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当然因为他也是有情绪投资，然后也有投资他的时间，然后有跟我一起坐下来聊，这样其实投资蛮多了，那当然我也是蛮喜欢，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他的啦，对啊，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就是网聊的部分。当时我是怎么进行的？就是接搭后续的网聊我是怎么进行的？不过一样在强调，这个网聊其实没有太多什么推拉、筛选、否定，就是这些 out 的东西。对，因为很多东西我在现场都已经做过了。对，那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如果你接搭的现场练起来的话，你有持续在这一块现场这一块做精进的话，那你后面的网聊其实不需要放太多的心力，对，它其实跟网络交友的网聊其实不太一样，对。不过当然可能网络交友你展示面强到爆炸，那其实也可能可以是这样的疗法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，接搭后续的网聊是怎么样。好，那他第一个传这个熊猫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也是2019年4月29号。大家看一下，他第一个传这个熊猫的图，就是那时候是加赖，然后我让他传一个贴图给我。我通常加赖的时候都会让别人传个东西给我了。那当然有时候是我传了，我觉得至少要，就是我至少要测试一下会不会通，就是能不能顺利传通讯息这样。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就是真的遇到讯息没办法传，对，那以 Outer 来讲，让他传讯息给你是会比较好的。但我后来觉得，因为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影片，其实我后面就是也没有什么规则，有时候也是我就是没有什么 Outer 这种规则，所以但总之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测试一下，就是 line 会不会通这样子，就是能不能顺利传讯息。好，那其实可以看到。当时候接搭现场是聊到蛮晚的，已经晚上10:43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一个女生就是可以跟你聊到这么晚，其实她其实对你投资是蛮大的。对，那当然她也是对你有一定好感的，要不然她早就挥手，就是在第一时间就打枪你了。对啊，那这边就是刚刚说道家跟我说一下，那我觉得这边其实。我会倾向于，因为其实你跟女生朋友约会，那我都会倾向于传这个讯息，就是大家跟我说一下，就是我觉得这样感觉比较好。你有秀出你对这个她的因为毕竟也蛮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啦，对吧？我通常会这样做一下，然后表现出我就没有特别讲什么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传一下这个、啊，对啊。然后他就后来没有秒回，我现在有点近视，他就说到了你呢，然后他
他回我的同时，我没有马上回，但是通常如果接他聊了热的时候，我会给一个就是语音通话这样子。其实，在接大的时候，我也有说可以一起去某一间咖啡店这样子。那时候已经有奥特来讲是播种了，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蛮喜欢跟那间咖啡店，然后也是蛮想跟他去的，所以我就是聊到某个东西就聊到这间咖啡店，就顺便提一下这样。但是我有点忘记有没有直接问他说哪一天可以一起去了，我有点忘了。但是总之我就是提到一间我蛮喜欢的咖啡店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会讲说我到家了，然后跟他说你住哪一站，然后这边他就是都是已读，然后因为他没有说，因为我问他说你住哪一站，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们之后约会要约哪里，可是他没有马上回，所以我就没有再一直问了。所以我这边就突然有一个就是有点幽默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搭的时候在北车，然后我说结果在隔壁三岛市，那其实这个有点搞笑，因为你不可能从北车搭到，搞不好有人常从北车搭到三岛市，但我觉得从北车搭到三岛市，我觉得是有点幽默的氛围啊，对啊，但我不是硬要去搞笑，我只是突然就想到说，搞不好他就是住隔壁站而已，他就从北车搭到三岛市这样，对啊。然后我这边觉得这边一个重点就是，我说你住哪一站，他没有回，我就没有再硬要问了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隔天，哦，结果隔天他就说晚安什么，他就回一个晚安的什么，然后这边因为我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隔天醒来我好像就做我自己事情吧，然后我上我是先看到他的讯息，但是我没有马上回，我没有马上。后面我回你休假哪一天，我就这边就是另开一个话题了，因为他如果没有说他住哪一站，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很想回答，所以我就是我这边就是直接另开一个话题了，我就是直接切时间的那个邀约，就直接切时间，看他哪一天时间有空。那这边我觉得还有个小细节啊，但是这是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作息会没有那么晚睡，有可能有些人晚上还在那边刷网聊，半夜还在那边刷网聊，而我可能1点那时候已经在睡觉了，所以他后面他有回我，但是我已经在睡觉了，可能他这边会让他稍微透支一下，对，然后所以到后面隔天起床，我记得也没有马上就是回他，对，我起床的时候我通常会先冥想一下，然后想一下今天要干嘛，我不会马上看手机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就像我刚讲，我就是在另外开一个话题，我没有要去继续问他，就是继续昨天的话题，就是问他住哪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再过几天，他就回我几天，就是再回我就是这2天可以，然后我就直接敲时间了，对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从4月30号到5月2号这边，他没有回，我就没有回了。对，那这段时间我应该在连搭啊，就是他没有回，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啊。有可能也是跟朋友见面，或是跟朋友聊天，反正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边，像我之前在有一部影片是在强调你 lifestyle 这种东西，你要经营自己的 lifestyle，你要有自己的 lifestyle。对你如果说你这边心急了，你这边开始匮乏感开始上来，你可能就会说，你可能又会传讯息什么的，什么譬如说，最近都在干嘛，或是商安之类的，这几天都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传。直接他下一个回我就是5月20或5月24，那我看到这个我就直接直接敲约，就是我说那先约24好了。
那基本上，他回5月20这边这一句5月20、24吧，这句其实后面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。然后我就直接敲定时间敲定。那这边我也是约大概是月底了，在月初的时候约月底的时间，我觉得也是个礼貌，就是给人家一个缓冲的时间。而且就是如果有些人他排时间会排比较远的话，我觉得这样会对他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别人也会比较好规划。然后他就说去咖啡厅吗？去哪一家？那这边像我刚刚讲我在现场我提到咖啡厅那个播种就生效了。我现在自己 out 的讲法。那所以说你看你如果在现场你有聊到情绪投资，然后也聊到他喜欢的地方，那你这边你可以你这边邀约就会比较顺。对，像是在现场就是。其实我在现场应该是有提到，我们可以哪天可以一起去这家咖啡厅啊。我在现场的时候，所以说你如果现场有做到这些，你后面再邀约就很顺，因为他已经有那个画面了。对，当然现场的互动其实最适的就是前沟通了，而不是说你现在要想说我现在要播种，我现在要干嘛干嘛。你如果把很多东西当成招的话，你在现场会很卡，它就是一个招而已。好。然后去咖啡，他说去咖啡店吗？去哪一家？然后接下来我说我喜欢的口袋名单，不过你有特别想去的店吗？然后他就说那先跟我说说看你的口袋名单有哪些吧。其实这边就是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，他可能也有更喜欢的选择，所以我就大概列了2个风格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可以放松聊天的地方给他选择。顺便也可以，因为搞不好他更喜欢我另外一个选择啊，对吧？那如果你以 out 来讲，就是 double bind， 就是双重，就 double bind。但这边我自己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网聊真的不会再想那边 game 来 game 去的招。如果你有看我这些影片，就是像应该这边可以有，等一下这边有资讯卡，对啊，可以点资讯卡进去看。网聊到后面我都是 flow， 我没有在想什么招的。然后我主要是想说，他搞不好会喜欢另外一种比较异国风情的，比较 style 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喝下午茶放松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列了2个选择给他。然后他说都不错啊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列了我喜欢的晚上去的咖啡厅。对，那这边因为我不是业配，所以我就把就是这个咖啡厅的地址变掉了。对，我不是业配。然后我就是这间我觉得蛮放松，我们可以坐着发呆一整天。那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它的啦，所以在这边如果你 out 来讲是植入画面嘛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坐着发呆一整天，对啊。那其实不要以为我再强调一次，因为我现场已经做很多了，所以我这边你看到我用 out 解释就是用我说我们可以坐着发呆一整天，这个就让他有这个想象画面。这个我在丢这个互动之前，其实在现场聊感觉已经不错了，所以你丢这个才会有用。那如果你现场什么都没做，然后你现在你突然丢出这个东西，其实女生反而会觉得很反感。就有可能你现场是快收，然后结果你前面邀约聊，你前面就直接邀约，然后可能又丢出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干嘛，女生会觉得反感，对吧？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网聊，我今天这个范例，我只要跟你讲说，你现场你练到某个程度，你网聊其实你要在网聊上面 game， 其实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他就说感觉不错，还不错，就这间吧。然后其实你看他都回的蛮快的，就是5月3号说，然后5月3号、5月4号也有回，然后他回的蛮快的，所以基本上其实从这边大概就知道说
这个邀约是没什么不会什么变数了，对，只是说时间会比较久一点。那当然还要从在现场的状况综合判断了，因为像我刚刚讲的，在现场我们已经就是手背碰到，就是手背有碰到手背了，我忘记聊什么，好像聊到好像聊到，对啊，反正现场有手背碰到手背，可以持续手背碰手背。对，当然再强调一次，我也是有看他的反应，他如果没有对我有好感，那我也是抽离，对，那我就正常聊这样，不用硬推。好了，就说好啊，那先约24号喽。这边就时间敲定，然后他就给一个赞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好，所以你看到就是从刚刚的例子，就是5月2号到5月5号，1、2、3、4，2、3、4、5，4天就是邀约完成，对啊，所以有些人可能聊1个月、聊2个月、聊3个月才约出来。其实我觉得你有约出来都 OK 啦，对啊。那我这个影片只要强调重点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比重。你与其要在网聊上面练说练你怎么去 DHB 展示面，我 Line 也没什么展示面啊。我们交换的方式，我们交换的联络方式就是 Line，也没有 FB。然后我 IG 展示面还好，对啊，是简单来说，我展示面其实，但我觉得大头贴就是要稍微挑啦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基本很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 Line， 当然 Line 大头贴就是有挑过，对，所以说我这边想要重点说，与其你那边想说网聊展示面要怎么去 DHV， 然后最后要怎么筛选它，要怎么是 narrative 就是叙事什么的什么，然后推拉筛选否定那些东西，你与其在网聊上面练，你倒不如练现场。那网聊这边就是主要就是邀约敲时间这样，因为如果你如果很多事情都在现场已经有热度有起来了，在网聊上面就是网聊到邀约这边就是水到渠成。你网聊上面网聊不是你主要接到后续的网聊，不是你主要战场，你主要战场是在现场，就自己接搭这个管道来讲，对，好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对，那对我有课程有兴趣的，也可以参考，就是2021责任制接大长期课程的这个影片，还有那个网站上面有说明的这个页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